苏叶，你让吴医师告诉我说，你整理药材时有药材不认识，是哪些啊？啊？我并没有不认识的药材啊。你脖子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可能只是过敏了。泽兰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苏叶，有什么事你别瞒着我。真没事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你让我看看。这是窦毅。泽兰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别上报，我只是3等医师。如果他们知道我得了窦毅，他们会把我烧死的。苏叶，你先起。你别怕，我也已与你近身接触，也有感染的风险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上当的。谢谢你，泽兰。苏叶，你先好好想想，近日你可曾接触过什么异物，或是去过什么生僻场所？风姐姐出宫前给了我这个瓷瓶，说是珍贵之物，她还叮嘱我回到太医院方可打开。可我打开里面什么都没有，只有一些臭臭的东西。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。难道这窦毅来源于冯英为了报复宫里众人而特意放出来的疫病？苏叶病情棘手，上报他性命不保。若是隐瞒，倘若疫病蔓延，会有更多人被牵连。到底该如何是好？这么晚了，容医师为何还一脸心事重重的样子？可是在思念心上之人？宋大人大半夜不睡觉，可是有梦游之症？我当然没有梦游之症了。那你为何张嘴就说梦话？宋大人，我近日偶感风寒，还是保持些距离为好。你我相识许久，我鞍前马后，助你揪出幕后真凶。我不是在邀功啊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可是，你却还是与我这般生疏，真是令人心寒。唉，容医师，你大可不必与我如此生分的。宋大人的伤怀之意再真切一些，方才可信。你还没说呢，你刚在想些什么呢？宋大人，若有人身染恶瘟疫，隐匿不报，则疫病横行；上报，则此人必死无疑。当救其一命，还是舍小保重？此事两难，以社稷安危计，其以保万，或有无奈之选。但人命关天，若能寻得万全之策，方为上上之选。容医师为何有此疑问？宋大人所言极是，顾全大局虽残忍，却是不得不为之。多谢宋大人，我已有决断。如此便好。容医师若有需要，随时跟我说，我宋凌霄都在。苏叶，别抓！我跟你说了，别抓。泽兰，你看我脸上是不是长痘了？我会不会死得很难看？你别怕，只要你忍住别去挠，不会毁容，也不会死的。真的吗？你放心。泽兰，
你离我远一点，你被传染就不好了。我做了防护，而且我也会注意的。我幼时曾患过痘疫，不会再被传染，放心吧。真的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眼下你安心养病，早日康复才是最重要的事。冯大人，荣泽兰为包庇得了痘疫的苏叶，主动和苏叶同室隔离，二人现在都在后院最偏僻的那间厢房之中。倒是挺会选地方。他与苏叶朝夕相处，一定也染上了痘疫。如此正合我意。届时荣泽兰隐瞒疫病之事，证据确凿，等待他的便是烈火焚烧。大人深谋远虑。这几日盯死那间屋子，一有异动，速来禀报。荣泽兰，我暂且让你多活几日。泽兰，我脸上的痘疮快好了。泽兰，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你快把药喝了。泽兰，你的脖子……你说你小时候得过痘疫，你骗我，都是我害了你。没事，我能治好你，就能治好。可是你是因为我才被传染的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。没事，苏叶，你相信我啊！冯大人，事情成了。好，通知下去，太医院发现痘疫患者，为防疫病扩散，立即将感染者火烧深埋。是。三股气节，荣泽兰。你们干什么？奉冯大人之命，将两人押走火烧。带走。是。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听说染痘疫的是苏叶和荣泽兰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与他人同室而居，怎么办？该不会今日过去，你我皆无事发生，这是无恙。若被旁人听去，小心无端惹来灾祸。你们这什么办法都不能干。怎么是他们？真的有事？来人，点火！冯大人，此事是否需要再详查一番？我大人不
推窦漪，岂不是草菅人命啊？吴大人，他二人症状如此明显，怎会有误荣泽兰隐瞒疫病不报，犯下死罪？吴大人身为太医院的院判，却未能及时察觉，若斗毒横行，这失职之罪，吴大人恐怕承担不起吧？当然，吴大人若是不信，也可亲自查验一下。吴大人如何呀？按下符说，确实斗疫无疑。来人，点火！等一下，我有话要说。说吧，有何遗言？我隐瞒病情，是担心引起恐慌，造成混乱。荒谬！皇宫安危，宫廷法度，岂是儿戏？吴大人，此女巧言令色，挑唆人心，应立即焚化。冯大人所言极是，必须严惩。吴院判，冯院判，苏叶痘已结痂，已有痊愈之象，为何还要依宫规火烧焚化？我等习医之人，本当悬壶济世，难道在这皇宫之中，人命竟然不及一纸宫规吗？吴大人，您身为医者，当真能弃人命不顾，违背自己的良心吗？荣泽兰，休得诡辩，宫规森严，岂是你能智慧的？自古以来，只要发现瘟疫，就立刻火烧深埋，防止瘟疫蔓延。如若我放了你，导致斗疫扩散，谁担得起这灭顶之灾？列位皆是幸运中人，你们当真认为这草菅人命的规矩合理吗？斗疫虽恶，但只要精心调治也可治愈。为什么不尝试着治一下？一个染病烧一个，10个染病烧10个，那100个、1000个呢？全都烧死吗？眼睁睁地看着病人被烧死，也不尝试着救一下，大家对得起身上这身医官服吗？皇上，凌霄觉得荣医师说的对，身为医官，我们应该努力救治。这瘟疫虽然可怕，但我们不应一味只是逃避，一烧了之。如若救治成功，积攒了宝贵的救治经验，也是利国利民、造福百姓的善举啊！凌霄恳请皇上给荣医师一次救治的机会，凌霄会亲自看着他们，确保他们不出隔离的房间一步。如果救治失败，凌霄定会亲自把他们付之一炬，确保众人安危。就是啊，闭嘴！宫规不可违，点火！住手！荣泽兰，这才几日，你怎么又闹出事来？你可知质疑宫规是何罪名？回皇上，奴婢知晓，但奴婢所言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社稷着想。哦，皇上爱民如子，以仁德责备苍生，岂忍见无辜者横死？长此以往，百姓将如何议论？百姓定会唾骂太医院众人见死不救，叹皇室视人命如草芥，更会议论连皇上身边治病救人的医者都要被烧死，这天下还有何处是安身之所？皇上，他这是危言耸听啊！皇上明鉴，边关浴血的将士，乡野耕作的农夫，若听闻皇上弃医者于火海，岂敢再托生死于朝廷？孙先生千金方有语，人命至重。皇上以仁政治天下，若开此先例，100年后史书将会如何书写？恐会说皇上为保宫闱安宁，不惜自毁仁德之名。大胆！皇上，他这是要挟您呐！奴婢万死不敢要挟皇上，奴婢只是忧心，此事若传扬出去，朝堂之上的御史言官、天下学子的口诛笔伐，
定会让皇上的圣明蒙上尘埃。倒是个伶牙俐齿。宫规虽严，亦是为社稷安危，朕岂会以众人命换一人活？如此说来，皇上以为弃医保重乃天经地义。社稷如巨舟，行于惊涛，必须重负。朕若因一人之命，陷万千臣民于疫病水火，才是有负天下苍生。一介医士，安知治国权衡？皇上以周御国，却不知周之根基在于万民。若保周而弃子民，他日民心尽失，纵有千军之力，亦难渡沧海。大医京城，医者守人心，皇上守天下，难道不该比医者更惜人命吗？你确定你能治好这窦漪？奴婢确定。皇上，万不可轻信，荣泽兰并非医官，就算是医官，也无十足把握。他只是一介医士，他没有治病救人的资格，更没有治病救人的经验。不过是为了保命信口开河呀，皇上！皇上，奴婢恳请携苏叶于厢房内隔离治疗。若10日内，奴婢未治愈这窦漪，奴婢愿以死谢罪，绝无怨言。若10日之后，奴婢治愈了这窦漪，则天下就多了一副治病救人的良方，而皇上人心广济的美名也将能传遍天下，万民颂德。皇上，此乃两全之策啊！皇上，奴婢愿以身试药，要是能为百姓做些贡献，奴婢死而无憾。好，那朕便给你10日。谢皇上隆恩。荣泽兰，你不是一个突发奇想的人，为什么会问弃医保重的问题？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苏叶患了窦漪，宫规规定，凡发现患疫病者，立刻火烧深埋。我不打算上报，宋大人会告发我吗？你可有把握治好他？有，但我怀疑此事是有人故意设计，目的是为了除掉我。所以你是故意引我发现这件事的？是。宋大人既已知晓此事，那我们便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想让我如何做？我有一计，虽危险，却能置之死地而后生。我需要宋大人在我得窦漪被人发现之时，将皇上请到太医院来。此事很难，所以我才会拉宋大人入局。我相信大人你一定可以。此外，我还想请大人帮我3件事。其一，想请大人帮我确认同寝室的周宁与孙玉是否被感染。其二，我需要治疗窦漪的药。其三，还请大人想办法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人靠近我与苏叶隔离的厢房。我怎么每次都会被你算计啊？泽兰，快把药喝了。来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苏叶，我们定能闯过这一关的。泽兰，今日听了你跟皇上说的那些话，我好崇拜你啊！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苏叶，如果我撑不住了，你要记得，要按照我教你的方子配药，继续自己喝。记住，以后一定要为自己活，要为这身医术活。
如果可以的话，还要为千千万万没有机会像男子一样出人头地的女子活。泽兰，我懂了，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10日期限已到，荣泽兰，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冯大人，你这是？宋医官为何在此？下官奉吴院判之命，负责为荣医师提供药材。倒是冯大人，为何来此？荣泽兰，治疗窦异期限将至，本官特意前来查看情况。若仍旧疫病缠身，本官便依照公规，即刻将他2人就地处置。荣泽兰当日与皇上约定的是10日，距此还有半个时辰。冯大人，你是否过于着急了些？哼，这屋内毫无动静，说不定人早已身亡。宋大人为他争取这半个时辰，难不成还指望荣泽兰能在半个时辰内死而复生吗？下官信与不信不重要，我宋凌霄只知道，抗时辰死。哎呀，宋大人，时辰已到，还不让路吗？荣泽兰，你当真败了吗？看来我们医者仁心的荣医师治好了别人，自己却又要让冯大人失望了。2等医士荣泽兰不负众望，治好窦异，并研发新药，从此窦异可防。好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，都免了。朕听闻荣泽兰已经病愈，还研制出了治疗窦异的方子。回皇上，确实如此。臣已为2人诊脉，皆已痊愈。好，荣泽兰，荣泽兰阻止疫病蔓延，研制窦异破解之法有功。朕今日便破例晋你为1等医士。奴婢叩谢皇上隆恩。起来吧。恭送皇上。阿娘，兰儿终于成了1等医师，以后兰儿可以随便进出脉案室查看脉案了。兰儿一定要找到你被冤枉的证据，替你平冤昭雪。恭喜！泽兰多谢宋大人救命之恩。哎，不用谢，不如以身相许啊。我开玩笑的。
泽兰，今晚我们吃什么呀？要不我们去吃些好吃的去？哟，这不是苏医师吗？如今学会摇尾巴了，可真是条好狗。既然这么爱跟在人后面伺候，那就把我们的衣服都洗了。你没有手啊？自己不会洗吗？苏叶，你怎么敢？你凭什么打我？我打你还需要理由吗？孙医师这是要以下犯上吗？我乃皇上亲封的1等医师，你这一巴掌落下来，按公规该杖责20贬去吉安府，助纣为虐者一并论处。二位可是也想去吉安所听一听棺材里摇指甲的声音？容医师息怒，容医师息怒。若下次再让我看到你们欺负童女，我定让你们知道这1等医师的印信可不是摆设。是，比赛也不干了。滚！泽兰，我终于敢和别人说不了，谢谢你。阿娘，兰儿从荣家到太医院，走了整整10年，而今，兰儿终于可以看到，您当年在宫中经历的真相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事？是什么人陷害了你？这个人不管是谁，兰儿都不会放过他。兰儿要让他后悔来到这个世上，要让他血债血偿。太后于生辰宴突发哮喘，并伴有畏寒之症。荣六氏、茯苓私自诊断，太后急症为寒哮。荣六氏以白芥子、盐胡索、细辛、干碎药粉和姜汁于丝帕，供太后嗅之。在太后病症稍有缓解之时，当值冯医官赶到，认为妇人之间难登大雅之堂。自古以来，医道皆为男子所掌，女子插手不过添乱罢了。最终，荣六氏、茯苓因耽误太后病症，罚杖责80，赶出后宫，以儆效尤。母亲的诊治与用药明明无误，只因身为女子，打破了所谓女子不能行医的规矩，就被无端猜疑治罪。这世道何其荒谬！原来荣医师所图是10年前的卖案啊！你别误会啊，我也是来拿东西的，并非有意窥探。既如此，大人请便。
荣医师，既然已经得偿所愿，为何看着还是不开心啊？我母亲于危难之时，挺身而出救治他人，却因女子无才，便是得的迂腐规矩，被诬告为庸医，送至刑部杖责而死。宋大人身为7尺男儿，享受这世间诸多尊荣，你可知道这世间对女子有多么不公？这世道对女子的偏见由来已久，千年礼教积重难返，不是一朝一夕可破的。难破又如何？既然如此，我便要自己闯出一条路来。我定要让天下人都知道，女子习医不输男子。我一定要为母亲昭雪，打破这世间女子不得从医的烂规矩。我荣泽兰今日立誓，从今往后拼死一搏，打破常规，定要凭自己的本事，成为大梁国的第1个女性医官，登上姓名顶峰，掌握话语权，结识于朝堂之上，为母翻案昭雪。荣医师，不管你做了什么决定，我宋凌霄都会站在你这边。荣医师，苏叶出事了！苏叶，苏叶，苏叶，畜生！谁让你们下死手的？苏叶，苏叶，算了，我不是故意弄残宁贵妃的一拳，是有人故意绊我的。我说了，可是贵妃不信。我好不容易才学会说不，我还想像你一样，可是不接了。泽兰，我也想像你一样勇敢，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一切。我要做那飞过宫墙的鸟，谁也别再想把我关回笼子里。